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收看嘉诚养生道。端午节临近，您家里的粽子是不是已经安排上了？但您可能不知道，这口软糯香甜的美味，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肠胃来说，堪称一场隐形大考。一口吃下去是节日的喜悦，但多吃2口，胃胀反酸，一整宿睡不踏实，反而成了花钱买罪受。很多人老年朋友觉得年纪大了肠胃弱，这就得认老，干脆彻底忌口。其实真正的养生高手从来不盲目委屈自己，他们靠的是顺应天时，巧妙搭配。今天嘉诚养生道就带您来拆解一套客家人传了几百年的端午隐秘智慧15子，也就是在吃粽子时搭配当季的茄子、长豆、黄瓜、桃子和梨子。这不仅是辟邪祈福的老规矩，更是一套极其高明的肠胃风控术，用蔬菜瓜果的清透去化解糯米的粘滞，一补一通，不跟身体较劲，这就是成本最低的长寿纪律。各位老朋友，你们平时吃粽子最习惯搭配什么菜解腻呢？欢迎在评论区教教我。不过这15子的规矩里也藏着雷区，有3类人哪怕面对这些应景的好食材，也绝对不能多碰，稍不注意养生就会变成伤身。这3类人里到底有没有你？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又是怎么管住自己筷子的？请您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端午节的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一盘热气腾腾的粽子。很多人觉得吃粽子嘛，无非就是咸甜之争，是吃肉粽还是吃豆沙粽的区别。但对于真正懂得生命纪律的人来说，吃什么馅儿从来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怎么搭配着吃。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面临一个无奈的现实，牙口不如从前了，胃肠的运转速度也慢下来了。一块裹满了猪油、蛋黄和糯米的大肉粽吃进肚子里，年轻时睡一觉就消化了。但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它可能就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胃里，甚至能让你反酸胀气一整天。面对这种身体的自然衰退，普通人往往只有2种极端的反应，一种是不服老，全凭贪欲，想着1年就吃这一回，撑点就撑点吧。另一种是过度恐慌，干脆把筷子一撂，这东西伤胃，我一口都不碰了。但这2种做法都缺了一点岁月的智慧。真正的养生高手从不和自己的身体硬碰硬，他们讲究的是化解。这就不得不提到客家人传了几百年的端午习俗15子。在客家文化中，端午节也被称为五月节。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吃粽子，还必须吃5样东西：茄子、长豆也就是豇豆、款瓜、桃子和李子。这几样当季的应景食材摆在桌上，在老一辈看来，它们象征着辟邪祈福。但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健康视角去拆解，你会发现这里面蕴含着极其高明的顺应节气的饮食智慧。为什么偏偏是这5样？我们来算一笔肠胃的账。粽子是糯米做的，性温粘滞，吃多了容易化热生痰。这时候如果你搭配一盘清热解毒的凉拌茄子，或者是一份富含粗纤维的清炒长豆，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长豆和茄子里的植物纤维就像是肠胃里的清道夫，能推着黏腻的糯米往下走，而蚬瓜水分充足，清热利尿，刚好能化解掉肉粽里多余的油脂和火气。吃完了正餐，再来点桃子和李子，这2种初夏的应季水果自带天然的果酸，酸味不仅能生津止渴，更是天然的消化剂，能帮着疲惫的胃酸一起把那些难啃的糯米化解于无形。你看，这哪里是简单的一顿饭，这简直就是一场餐桌上的太极推手。有厚重的糯米去补足元气，
就必须有清透的瓜果蔬菜去疏通肠胃，懂搭配才是最高级的风控。大自然是非常精算的，它在5月这个又闷又热的节气里，长出了茄子、长豆和砍瓜，就是为了给你当解药的。顺着大自然给的菜单吃，就是在顺势而为。很多时候，咱们中老年人身体出问题，不是因为吃得不够好，而是因为光进不出，或者是搭配失去了平衡。养胃就像持家，不能光进不出，重只是补，无只是通，一补一通，身体才不会留隐患。所以，今年端午节，当孩子们把精致的礼盒粽子端上桌时，您不妨也像个充满智慧的老者一样，淡定地吩咐一句，再去炒盘长豆，切个砍瓜吧。这不仅仅是对节日的仪式感，更是咱们对这副皮囊的敬畏与纪律。不过，哪怕是再高明的搭配智慧，在大自然的法则面前，也没有绝对的万能药。客家人的食五子虽然巧妙，但如果您属于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3类特殊人群，那在动筷子之前，您可得在心里多拉起一道警戒线了。这不仅仅是吃不吃的问题，更是对生命底线的守卫。在为您揭晓这3类特殊人群之前，如果刚刚的餐桌搭配智慧让您有所启发，请您动动发财的手指帮嘉诚养生道点个赞，或者直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接下来，请紧跟我们的节奏，仔细对照看看这3个绝对不能贪嘴的雷区里，到底有没有您。大自然确实是一位极具智慧的调配师，他在端午这天摆出了15子的菜单，用瓜果蔬菜的清透去化解糯米的黏滞。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既然老祖宗都配好了解药，那我今年端午是不是就可以甩开腮帮子，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可就犯了生命管理中的大忌。咱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都明白一个道理：天下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投资，自然也没有包治百病的食谱。任何一种所谓完美的搭配，都有它的适用边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15子是顺应天时，但如果你的身体账户里已经出现了财务赤字，那面对这桌好菜，最重要的就不是怎么吃，而是怎么忍。这就好比做生意，普通人总是在研究哪里能赚得更多，而真正的高手一辈子都在研究怎样才能不亏。在餐桌上最高级的智慧叫做知止。端午的这桌饭菜里藏着极高的风险门槛，有3类特殊体质的人，哪怕面对这些应景的好食材，也必须在心里拉起警戒线。第一类，血糖账户处在临界点的人，咱们中老年群体里，血糖偏高或者已经确诊糖尿病的老朋友不在少数。这一类人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容错率极低的微型储蓄罐，稍微多塞一点糖分，系统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当你坐到端午的餐桌前，你面对的是什么？糯米本身就是高升糖的食物，它在你的肠胃里化作糖分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还要快。这时候，如果你再去吃五子里的桃子和梨子，风险就叠加了。初夏的桃李虽然有果酸能解腻，但别忘了，它们同样含有不低的果糖。很多老人家心里有侥幸心理，想着桃子是天然的水果，又不是白糖，吃2口没事吧？但这就好比在摇摇欲坠的冰面上又加了一块石头。对于血糖不稳的人来说，管住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铁律。面对香甜的粽子和水灵的桃子，你能稳稳地只尝一口，然后放下筷子，这就是对身体最顶级的风控。第二类，肠胃常年坏胀，一吃就反酸的人。咱们刚才在第1章提到，吃粽子搭配长豆、茄子，能用植物纤维帮着把糯米推下去，
搭配梨子能用果酸促进消化。这套逻辑是建立在你的胃肠还算健康，只是运转缓慢的基础上的。但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老胃病，稍微吃点硬的、冷的就胃疼，甚至经常半夜反酸烧心，那这套搭配对你来说不仅不是解药，反而是毒药。想象一下，你本来就脆弱不堪，甚至有些溃疡的胃黏膜突然迎来了一团极难消化的死面疙瘩，胃为了消化它，拼命分泌出大量的胃酸。这个时候，你为了解腻，又吃下几颗酸溜溜的梨汁，这哪里是助消化，这简直就是在往伤口上泼酸水。到了半夜，胃里的酸水直往嗓子眼冒，折腾的你整宿只能靠坐在床头，那时候再后悔就晚了。对于这部分人，懂得敬畏自己的脆弱，不去凑节日的热闹，就是保全基本盘的最好方式。第三类，体质底子虚寒，稍微吃凉就漏财拉肚子的人。中医常说，人有体质之分，有些老朋友大夏天的在空调房里还要穿件薄外套，平时喝口凉水肠胃都要闹情绪，一天往厕所跑好几趟。这种体质在养生里叫脾胃虚寒。客家人食五子里的茄子和啃瓜都是极好的东西，但它们的本性偏寒凉，主要作用是清热解毒。一个身体原本就像个冰窖的人，再去吃这些清热的大寒之物，就如同在雪地里吹冷风。别人吃茄子是为了降火，你吃茄子很可能吃完不到半小时，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叫，跑肚拉稀，把身体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一点元气全都给漏光了。说到这里，不知您是否发现了真正的长寿密码？所有人都在教你怎么补，什么东西有营养，就像市面上所有人都在教你怎么发财一样。但真正的智者从来不随波逐流，他们太清楚自己身体这把老骨头里哪里有旧伤，哪里有软肋。面对节日的欢庆，面对儿女们堆满一桌的孝心，普通人往往败在面子和贪欲上，跟着大家一起大快朵颐，结果节后直接进了医院挂水。而那些真正有大定力的人，哪怕桌上的菜再香，哪怕这顿饭有着再好的寓意，只要是对自己身体有风险的，他们就是能面带微笑地把筷子轻轻放下，能看懂体检单上的指标，靠的是常识；能在面对一桌好菜时坚定地放下筷子，靠的才是纪律。这种克制并不是对自己残忍，而是因为他们明白，老年人最高级的自由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是不想吃什么就能不吃什么。只有守住了这条筷子尖上的底线，咱们才有资格去谈更长远的日子，去谈怎样体面地老去。而这种极度克制与简单的底色，其实不仅体现在端午节的餐桌上，更是贯穿了那些长寿智者的一日三餐。他们到底过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生活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当我们谈论那些年近100岁依然能在人生棋局中运筹帷幄的顶级智者时，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极度奢华的画面。普通人会本能地以为，既然拥有了巨大的财富，那他们的一日三餐必然是顿顿报餐翅肚，天天名贵药材。毕竟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吃得贵就等于养得好。但如果你真的去观察那些真正跨越了周期，活得通透且长寿的长者，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极其反共识的现象：他们的餐桌往往肃静得让人难以置信。一块老式手表可以戴几十年，一套深色西装可以穿大半辈子，而他们最钟情的不过是一碗温润的白粥，几筷子清淡的应季蔬菜，外加一杯不急不缓的清茶。为什么？难道是他们不懂得享受吗？不，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懂得身体的经济学。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衰老焦虑，
为了对抗这种焦虑，大家开始疯狂地向外抓取。听说人参补气，就天天炖人参鸡汤；听说海参养人，就变着法地吃海参。儿女们为了表达孝心，也是大盒小盒的名贵保健品往家里搬。老人们吃着这些昂贵的东西，心里觉得踏实，甚至在和老街坊聊天时，还会无意间流露出一丝骄傲。这不，孩子们非得给我买这几千块钱的燕窝，不吃还不行。这看似是养生，看似是儿女孝顺，但在顶级长寿智者的眼里，这其实是一种软弱，一种因为内心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炫耀欲。我们不妨再来算算身体这笔账。咱们的脾胃就像是一个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旧加工厂，年轻时机器崭新，马力全开，你扔进去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生冷，它都能迅速给你粉碎、消化、转化成能量。但到了70、80岁，这台机器的齿轮已经磨损，运转极其缓慢。这个时候，你为了所谓的大补，硬塞进去那些结构复杂、极其难消化的名贵食材，或者是浓油赤酱的丰盛宴席，这哪里是进补？这分明是在强迫一台老旧机器超负荷运转。为了消化那一碗浓郁的鸡汤，或者一块厚重的肥肉，你的身体必须调动大量的气血去肠胃里加班加点。结果就是吃完之后，你非但没觉得精神百倍，反而觉得头晕眼花，浑身困乏，甚至没过几天血压也高了，血脂也稠了。这就好比一个原本就资金链紧张的微型企业，你非要逼着他去接一个超出能力范围的巨额订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系统崩溃。真正的智者早就看透了这层逻辑，他们之所以保持克俭的底色，坚持清茶淡饭，不是因为舍不得花钱，而是因为他们绝不肯在身体里欠债。一碗熬得软糯的白粥，一盘顺应节气的清炒青菜，它们的结构极其简单，吃进肚子里，脾胃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气血，就能轻松将它们化解吸收，剩下的能量就可以用来滋养五脏六腑，保持头脑的清醒。这叫低成本运营，也是成本最低的稳健投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真正的富足是向内求的。当一个人见过了大风大浪，建立了极其强大的内心世界后，他就不会再需要用吃得多好、穿得多贵来向外界证明什么了。炫耀本质上是给别人看的，而身体的舒坦只有自己知道。很多老年人为了面子，在节日的聚餐上或者亲友的宴席上，硬撑着吃下那些并不适合自己的大鱼大肉，赢了一时的面子，却输掉了好几天的睡眠和肠胃的安宁。而一个真正有尊严的老者，有底气在满汉全席面前只取属于自己的一片食一瓢饮。最高级的炫富不是桌上的暴餐赤肚，而是到了90多岁依然有一个吃得下白粥青菜的好胃口。这种清茶淡饭的尊严，不仅养护了他们衰退的肠胃，更涵养了他们平静如水的精气神。不攀比，不焦虑，把多余的物欲剔除干净，剩下的就是最纯粹的生命力。而当这种平静的生命力积累到最后，就形成了他们留给家族、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资产。那么，一个身体健康、情绪稳定的老人，到底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价值？大半辈子的起起落落，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到底该以怎样的姿态和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儿女相处？咱们接着往下看，人生的下半场，当我们把饮食的纪律理顺，把一日三餐的欲念降到最低之后，我们终将面对生命中最核心的一个命题：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逐渐老去的自己，以及渐行渐远的儿女？很多中老年朋友，即便在饮食上做到了极度克制，身体却依然总出问题。不是这疼，
就是那儿痛，去医院检查，指标又都正常。其实中医里有句话叫气郁生百病，最高级的养生从来都不只是管住嘴，更是要管住心。咱们这代人吃过苦，受过累，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遮风挡雨，习惯了做家里的主心骨。但随着年岁渐长，权力和掌控感会不可避免地交接给下一代。很多老朋友在这个阶段心里会产生巨大的落差感。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用，证明自己依然说了算，他们开始不自觉地和时代较劲，和儿女较劲，小到干涉年轻人的育儿方式，大到指责儿女的消费习惯，几句不合，家里就剑拔弩张，老人生了一肚子闷气，连着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如果用风险控制的眼光来看，这其实是人生中最不划算的一笔坏账。你用自己宝贵的气血和健康去为别人的命运买单。那些真正具有大智慧的长者，在这个阶段展现出了一种极其惊人的长期耐心。他们深知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功课，谁也替谁做不了主。面对家庭和儿女，他们的行事逻辑就像是在种一棵树。种树的诀窍是什么？是你把这棵树苗摘下去，顺应天时给它浇水培土，然后你就只能静静的等。你不能因为心急每天去把土刨开，看看根长了没有，更不能为了让它长得像你期望的那样去生拉硬拽。等不了的人总是徒增烦恼，而真正豁达的人懂得在尽了人事之后，把剩下的结果交给时间。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咱们听了一辈子，总以为它是无奈的叹息，但其实它是人生最高级别的风控与止损。到了70、80岁的年纪，你无需再向任何人证明你的权威，你只要能把自己照顾好，这就是对家族最大的贡献。想象一下，一个老人不挑剔饮食，不干涉晚辈，每天情绪平和地喝茶散步，他不需要儿女常常请假带他去医院看病，也不需要晚辈在工作焦头烂额时还要分心来处理他的情绪危机。这种老人，只要他安静地坐在家里，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定海神针。晚辈们只要一推开门，看到老人温和的笑脸和硬朗的身子骨，他们在外面打拼的疲惫瞬间就能得到治愈。钱财不过是过眼云烟，一个好身体和一个温和的脾气，才是留给这个家最拿不走的财富。我们总在思考，人走的时候到底能给这世界、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留几套房子或许会引发争吵，留一笔存款终究会被花光。唯有你面对衰老时的那份从容，你面对生老病死时的那份平静，会化作一种无形的力量，深深烙印在儿女的骨血里。当他们老去时，也会学着你的样子，从容地走完这一生，就像那位在风起云涌的岁月里搏击了一生的九旬老者。当所有的喧嚣退去，他只是安稳地坐在窗前。端午的粽香在弄堂里飘散，他看着窗外潮起潮落，喝完杯子里的最后一口清茶，然后将杯子轻轻地放下，不急不缓，涟漪散尽，岁月无声。各位老朋友，今天这杯关于长寿纪律的清茶，咱们就先品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些质朴的道理对您和家人有帮助，请务必点击视频下方的转发按钮，把它分享到您的相亲相爱家族群，或者发给您最关心的那位老友。也许您的一个顺手分享，就能帮他们解开饮食上的误区，或是化解心里的一个闷结。点击关注，我们下期再为您拆解更多受用一生的生命智慧。祝您端午安康，咱们下期见。